母亲突发重病，急需10万手术费，我想提前领取季度奖金，却被未婚妻告知公司账上没钱。可他转头就给新来的男助理提了辆路虎，甚至威胁我说我再谈钱，下个月的婚礼就别结了。我愤怒的一拍桌子，行啊，不结就不结。我挂完手中的电话，转身对着未婚妻说道：慕言，医院刚打来电话，说我妈脑溢血住院，需要10万块的手术费。我刚说完，他就轻轻一笑，公司账上没钱。可话音未落，他已转身对顾令时说：车钥匙下午送过去。我盯着那把钥匙，血直冲头顶，他却只淡淡说：那是公司的商务配车。可我们去年全年利润还不到这车价的一半。我浑身发抖，连呼吸都卡在喉咙里，终于咬牙开口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当场提出离职。他却笑了，笑得像在看一场拙劣默剧。他靠在桌边，双手抱臂，笑着看我。陈明，别开玩笑了，公司也有你的一份。可那语气像在哄一个闹脾气的孩子。他语调轻松，仿佛在说天气。而且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。他叹着气说：多大人了，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，一点小事就闹脾气。可我妈正躺在 ICU 里，红灯亮得刺眼。我抬起头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。我没开玩笑。他没应声，只是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我一字一顿把这句话砸在地上。而且婚我也不结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但连1秒都不到，他居然笑了，还摊了摊手。行啊，不结就不结。又补一句，说实话，我还不想这么早嫁人呢。顾令时这时开口了，声音温润的恰到好处。陈哥，沈总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激动。可他嘴角那抹弧度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把每个字咬碎了吐出来。我妈病了，需要10万手术费，我等不了月底，现在就要。他顿了一下，才问：你妈病了？什么病？前2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我喉咙发紧，直答：突发性脑溢血，现在人在 ICU。他转头看了顾令时一眼，他立刻耸肩接话：阿姨身体一直挺好的，这种谎话太低劣，就别再编了。我全身血液瞬间烧飞，我吼出来，整栋楼仿佛都在震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妈现在就躺在医院里，你要是不信，现在跟我去医院。他没动，只是轻轻敲着手臂，语气里满是无奈。陈明，你要是生气就直接说，没必要拿你妈的身体开玩笑。阿姨一直对我不薄，你这么咒她合适吗？我往前一步，踩碎那张旧报价单，直视他眼睛问：季度奖金能不能提前支取？10万，剩下的我不要了。他答得更快。我说了，公司账上没钱。我指着钥匙问：那路虎的钱哪来的？他皱眉反问：那是公司的商务配车，你该业务出身的，这个道理不用我教你吧？我冷哼一声，心彻底凉透。他脸色沉下来，转身就走，高跟鞋声清脆又冷硬。你要离职，写报告我秒批。你要退婚，行，回头我把彩礼退给你。他捧着钥匙走过来，满脸诚恳。陈哥，我真不知道会惹出这么大的误会，车还没上牌，下午我就去退掉，把钱还给你。可我知道他根本不会退。他一把抢过钥匙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说：不用退，令时这是公司给你辛苦工作的奖励，你应得的。别听陈明瞎说，他母亲根本没病。他一把抢过钥匙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说：不用退，令时这是公司给你辛苦工作的奖励，你应得的。别听陈明瞎说，他母亲根本没病。他最后扔下一句：辞职报告写好了，放我桌上，我立马签字。客户资料走之前交给顾令时，别耽误公司运转。我盯着那光标一动不动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是父亲打来的，声音沙哑的，几乎听不见。儿子，你妈的情况不太好，2天之内必须把手术费凑齐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冲进医院，走廊冷得刺骨，消毒水味呛得人嗓子发紧。挂了电话，只对父亲说：爸，我在想办法。父亲抬头看我，眼里全是小心翼翼。儿子，钱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没说话，只握紧他的手。爸，你别担心，公司出了点小问题。我翻到那个7年没拨过的号码，指尖悬停片刻，终于按下电话接通。我开门见山。我翻到那个7年没拨过的号码，指尖悬停片刻，终于按下电话接通。我开门见山。小婉，我遇到点急事，想跟你借10万。他只安静2秒，就问我在哪个医院。我说完地址，他只回一句：好，等我10分钟。然后电话挂断，干脆利落。他没寒暄，没问缘由，直接把银行卡塞进我手里，密码在背面，赶紧去给阿姨交钱，别的以后再说。那一刻，我的手是凉的，卡是温的。我递出卡，听见工作人员报数，请确认金额10万整。签完字，攥着回执单转身时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他蹲在父亲身边，轻轻拍着他肩膀，声音温柔又坚定：叔叔，您别担心，现在医学发达，阿姨会好起来的。我已经联系了华东最好的脑外科专家。他侧过头，认真看着我，眉头微蹙，不是不耐烦，而是真的心疼。陈明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听说你公司业绩不是一向不错吗？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胸口闷得发疼，终于低声问：你说一个人要是真的
在乎你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胸口闷得发疼，终于低声问：你说一个人要是真的在乎你，会做出这种事情吗？他没回答，只是更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屏幕上跳出他的名字。他声音又急又冲：陈明，你人在哪儿？恒安集团的谢总来公司了，你赶紧回来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忽然笑了。我接起电话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我在医院，沈总，我已经离职了。业务上的事，麻烦你找顾令时，他一个开100万豪车的顶级人才，不会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吧？我听见沈慕言压低声音，却压不住火气。陈明，你别给我来这套。谢总这个单子有多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他语气像绷紧的钢丝，一碰就断。他紧接着逼问：3000万的合同，你不回来就黄了。可我只觉那数字冰冷刺骨，像冰锥扎进耳膜。我盯着 ICU 门上的红灯，缓缓开口：我说那你就让他黄吧。话音落下，走廊仿佛静了一拍。我盯着 ICU 门上的红灯，缓缓开口：我说那你就让他黄吧。话音落下，走廊仿佛静了一拍。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，死寂像潮水漫过脚踝。我屏住呼吸，等他下一句如何翻盘。他换了口气，语气软了一点，却仍带着居高临下的味道。陈明，你妈的事我回头再跟你说，你先回来把这个单子搞定，行不行？可他连一句阿姨怎么样了都没问。3分钟前，秦小婉弯着腰拍着我父亲的肩膀，轻声说：叔叔您别担心。3分钟后，未婚妻在电话那头说：你妈的事回头再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冷得像手术刀划过金属。沈慕言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和你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妈的事也跟你没关系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。5秒后，他又打来，我没接，再打一遍，我还是没接。第3次我接了，他声音发抖，却不是因为难过，而是愤怒。陈明，20分钟之内，你要是敢不回公司，这辈子都别想娶我。我笑了，平静的回答：行，那就不娶了。对，你要是敢不回公司，这辈子都别想娶我。我笑了，平静的回答：行，那就不娶了。话音刚落，他怒而挂断，听筒里只剩忙音，走廊重新安静下来。秦小婉递来一瓶水，我拧开喝下2口，冰水一路凉到胃里，也浇不灭心头那醋火。我握着那瓶水，沉默几秒后转头看他，认真问道：小婉，恒安集团那个单子，你有兴趣吗？他一愣，显然没料到这句。他眨了眨眼，声音很轻：恒安就是刚才电话里说的那个3000万的订单。我点头，平静解释：我不打算回去了。我继续说：这个单子我跟了半年，方案、报价，所有的细节都在我脑子里。谢总只认我换个人去谈，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他静静听着，没说话。我望着他，把话说完。这个单子就当谢谢你解我的燃眉之急，要是能成，利润大概400万左右。你的公司要是接得住，我帮你把合同拿下来。他沉默几秒，然后抬起头，声音温柔而笃定：明哥，小婉听你的安排。这句话让我恍惚了一瞬，仿佛回到小时候。他沉默几秒，然后抬起头，声音温柔而笃定：明哥，小婉听你的安排。这句话让我恍惚了一瞬，仿佛回到小时候。他忽然伸出手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不是用力的握，只是指尖搭在我手背上，温热安稳，一如从前。我低头看了眼他的手，又抬头望进他眼睛里，他没躲，就那么看着我，眼睛还是小时候那双眼睛，又亮又干净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到谢总号码，编辑消息发出去后，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，脑子乱成一团麻。40分钟后，手机震了一下，谢总只回了3个字：没问题。我睁开眼看着屏幕，心里终于有了底。秦小婉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没说什么，但我知道她懂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踏实了。半小时后，沈慕言发了朋友圈，照片是顾令时和谢总握手，配文写着：不像某些人，总觉得公司离不开他。最后那句某些人谁都明白，照片是顾令时和谢总握手，配文写着：不像某些人，总觉得公司离不开他。最后那句某些人谁都明白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，笑了。好戏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不是报复，而是证明；不是退场，而是入场。第2天，母亲手术很成功。主刀医生摘下口罩说，病人需要静养，观察几天没有并发症，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。我知道这背后有秦小婉的功劳，我立马找到她当面道谢。她只会以羞涩一笑，低头拨弄衣角，像17岁那年第一次见我时一样。1周后，恒安集团周年庆酒会，我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走进旋转门时，迎面撞上沈慕言和顾令时。沈慕言一袭红色长裙，右手挽着顾令时的手臂，左手拿着黑色手包。顾令时穿白色西装，头发一丝不苟，走路的步子都比以前大了半拍。他们看见我，同时停住。顾令时先开口，声音不大不小：哟，这不是陈明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他
他上下打量我的西装，目光在我领带上停了一下。他往前走了2步，站到我面前，假意认真考虑。业务员底薪4000加提成怎么样？他往前走了2步，站到我面前，假意认真考虑。业务员底薪4000加提成怎么样？我看着他没接话，他耸了耸肩，假装遗憾。直到现在，沈慕言才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。陈明，今天恒安的酒会，谢总也会来。这个客户对公司有多重要，你是知道的。他顿了顿，抬眼看着我。你别在这里捣乱。顾令时突然抬起手，自然而然搭上沈慕言的肩膀，动作不大，却很刻意，像是在宣示主权。他肩膀微微一僵，但没躲开。周总走过来，明知故问：“陈总，哦不，陈先生现在在哪儿高就？”旁边女人尖声补道：“哟，这不是沈总以前的未婚夫吗？听说你们退婚了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平静开口：“我今天不是来捣乱的。”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清晰，像一把尺量出真假。话音刚落，大堂门口突然传来动静。我回头看到一行人快步走进来，为首的是谢总，他身边跟着秦小婉。谢总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，脚步没停，甚至没有减速。谢总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，脚步没停，甚至没有减速。大堂里安静了一瞬，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谢总走到我面前停下，伸出手，笑容真诚而热切：“小陈，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”那声音不大，却让整个大堂都听见了。谢总侧身介绍他：“这位是秦总，盛华集团的董事长。”秦小婉伸出手，眼里含笑：“当然认识，从小就认识。”大堂里彻底安静了。谢总转向所有人，郑重宣布：“恒安集团和盛华集团正式签约，达成长期战略合作，首期合同金额3000万。盛华的秦总是我见过最干脆的合作伙伴。”顾令时冲到谢总面前，声音发紧：“谢总，这不对吧？上周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？方案、报价、交付周期全部敲定了。”可谢总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一字一句：“你带着一套完全照抄的方案来见我，数据改了改，连页眉都没。”谢总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一字一句：“你带着一套完全照抄的方案来见我，数据改了改，连页眉都没删干净，你以为我没看出来？”顾令时的脸从红变白，我听见谢总一声厉喝，直接打断顾令时的辩解。他目光如刃，逼视对方：“你没有抄。”紧接着话锋一转，语气冷得像冰锥刺入耳膜：“你张嘴就说这个项目一直是你在负责，陈明只是协助。”谢总甩出一份档案，纸页在空中迸散成光粒，我亲眼看见那行字一闪而没，入职日期2023年7月15日。他声音沉如铁针：“你张嘴就说这个项目一直是你在负责。”可事实是他上班还不到半年。我看到顾令时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喉咙像被无形的手死死扼住。那一刻，整个大堂陷入诡异的寂静，连呼吸声都消失了。大堂里开始有人小声议论，我听见有人嘀咕抢功，又一人压着嗓子说早该查了。那些声音虽轻，大堂里开始有人小声议论，我听见有人嘀咕抢功，又一人压着嗓子说早该查了。那些声音虽轻，却像针一样扎进空气里。谢总直视顾令时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抢功。”那道强光打在他脸上，我清楚看见他瞳孔猛地一缩。谢总袖口扫过顾令时鼻尖，卷起一股旋风。我听见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连自己同事的东西都偷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？”话音落下，空气仿佛凝成了冰。我看到顾令时站在原地，整个人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嘴唇在抖，手指也在抖。那不是紧张，是彻底崩塌前的生理失控。他猛地转过头，死死盯着我。我亲眼看见他眼里的光全灭了，只剩赤裸的恨意。他咬着牙，从齿缝里挤出2个字：“是你！”他冲我吼道：“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你故意把单子抢走，故意让谢总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。”每句话砸下来，地面都裂开一道缝。他脸涨得通红，青筋从脖子一直鼓到太阳穴，突然往前冲了一步，怒吼道：“他脸涨得通红，青筋从脖子一直鼓到太阳穴，突然往前冲了一步，怒吼道：你他妈早就跟盛华串通好了是不是？陈明，你他妈阴我！”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看着他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，声音平静的可怕：“没错，是我。”他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会承认的这么干脆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如锤：“恒安的单子我努力了半年，你拿着我的东西去跟谢总谈，还说是你拿下来的。”那一刻，他脸上血色彻底褪尽，他双眼暴突，嘶吼着：“你他妈说什么？”声浪撞上玻璃墙，嗡嗡作响。我依然站着不动，像一堵不可撼动的墙。他冲上来，伸手就要揪我的衣领，可手还没碰到我，就被2个保安一左一右架住了。我全程没躲，也没眨眼。谢总冷冷开口：“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”话音未落，整座大堂灯光骤暗又亮。他最后一句砸在地上，轰
出去！他被拖着往外走，两条腿在地上乱蹬，皮鞋在大理石地面划出刺耳的声音。他最后一句砸在地上，轰出去！他被拖着往外走，两条腿在地上乱蹬，皮鞋在大理石地面划出刺耳的声音。那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被大门吞没。沈慕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可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已经发颤：“陈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秦小婉，盛华集团，他凭什么帮你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”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：“沈慕言，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他嘴唇一颤，眼泪几乎要涌出来，可我继续说了下去。我一字一句告诉他：“辞职报告你签了，婚也退了。你说公司离了谁都赚，这句话你说的对，确实离了谁都赚。”我顿了顿，目光如冰。至于秦小婉是我什么人，你没资格过问。这句话说完，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他的眼泪掉下来了，一颗一颗砸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像敲击在心上的鼓点，沉重又清晰。我转过身，不再看他，和谢总一起走进电梯厅，金属门缓缓合拢。我转过身，不再看他，和谢总一起走进电梯厅，金属门缓缓合拢。倒影里的他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淡。1年后，我在海边举办婚礼，秦小婉穿了一身白色婚纱，头发盘起，耳垂上还是那对小小的珍珠耳钉。我忽然记起，这是他14岁生日时我送的礼物。原来情愫早在那年就种下了。阳光温柔，海风轻拂，一切都刚刚好。我把戒指套进他无名指的那一刻，他忽然红了眼眶。我小声问：“哭什么？”他吸了吸鼻子，也小声回：“谁哭了？海风吹的。”父亲坐在第一排，腰板挺得笔直；母亲坐在他旁边，眼眶红着，嘴角却一直在笑。自从母亲康复之后，他的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。司仪正准备说下一环节，我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沈慕言发来的消息，只有一行字：公司破产了，顾令师跑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我把手机屏幕转向秦小婉，她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一笑。我也笑了。海风正好吹动她的头上，阳光很好，海风很轻，一切都很好。我牵着她的手，走向属于我们的真正开始的人生。